上周去参观了一个特别的展览，4月26到28在台北花博争艳馆举办了2024年度的台湾人工智慧博览会台湾 AI Expo。今天这支影片呢，主要是尽量简短的带大家看一下这3天在展览上收获到的内容，听到的讲座。当然篇幅有限啦，不可能做到10分钟看电影那种浓缩程度。最后还会来看第3天的 AI 创新奖 Junior Award 2024决赛现场。在 AI Expo 官网的创新奖页面，你可以看到进入决赛的这5支队伍的简报影片。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看到最后吧。不管你对 AI 的认识有多少，你有没有使用过，不管你是从事什么行业或者是学生，我都建议你明年一定要来参加这个 AI Expo。首先，只要通过申请，它就是免费入场的。再来，它是1年1度，包含了台湾各个领域对 AI 技术从硬体到软体研发应用的一个总结，也包含了非常多的国际大厂。你可以在这里直观地感受到此刻世界在 AI 领域的发展究竟走到了什么程度。最重要的是，就像 IBM 技术销售总经理朱辉先生在讲座中提到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位置，让 AI 在行业中快速落地。在这个博览会里面，也许你就能找到答案。所以明年我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今年的部分就先跟着我来走马看花一下吧。在开始前，要先来感谢一下本支影片的干爹决战时刻广告设计。他们是一家位于高雄的万事屋，精致的设计，专业的输出，精确的张贴，他们的服务无所不包，涵盖了广告看板、灯箱、电脑零件组装，甚至是监控系统和旅游行程的量身定制。如果你有任何印刷或是广告的需求，只需要一个电话，决战时刻就能为你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详情请参阅影片下方的说明栏，或是在 Facebook 搜寻决战时刻广告设计、印刷喷涂、电脑维修、监控总机、旅游规划，找到他们的 Facebook 专页来联系他们。领入场证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一份手册，在手册的背面呢是一个 AI 洋流之旅集点活动，集满就可以抽 iPhone 15 Pro Max。但是我没有集满，我只换了1包乖乖和1瓶弹珠汽水。如果是你各位拿到这包乖乖，会怎么处理？我朋友到今天还在跟我靠北，我当场把绿色乖乖拆来吃的这件事情。不是啊，我知道绿色乖乖的意思啦。我肚子还有点饿。会场里面3天都是爆炸多人，一共分成7个大区、2个大舞台、110个参展摊位，有 AI 城市、商业生活、企业治理、生命科学、智慧工厂，还有新创区。展场动线算是蛮清晰的，逛起来很舒服。大门右手边就是每天13场讲座的不知讲堂，在整个展场另一侧也是有办讲座的未来舞台，这边也同时是 AI 创新奖的决赛舞台。讲座中间的休息时间就可以用来逛展场，展场逛累了也可以去听讲座。AI 城市这里展示了可以被应用在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的各种产品，提高城市运行的效率和便利性。有台湾的记忆体和机体电路公司华邦电子，摊位上就插了一片金圆在那里，非常显眼。还有唯一参展的地方政府新竹县政府，这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的规划看起来很有理想。有没有新竹人可以告诉我实际上体感怎么样啊？商业生活区可以看到 AI 如何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从购物、互动娱乐等各个方面展示不同的解决方案。展位最大的是 AWS Amazon Web Service， 还有工作室遍布全球的特效公司数字王国，以及从传输到安全提供各种网络服务的阿卡麦科技。企业治理区域则聚焦于 AI 进行数据分析，提高决策效率，还有数据资料存储调用方面的技术支持。我印象最深的是 NetApp， 他们能够帮助一间公司建立出很好的大型云端或本地资料中心，从硬体到系统都有各种不同分级的方案。光是现场索取的资料就给了我5、6本东西吧。工作人员的介绍也非常精彩，而且平易近人。生命科学区我感觉是更着重在人与科技之间的关系，这里包含了现场直播的 IC 之音。第一天的主持人有大家都很熟悉的沈春华主播，哇，走过路过现场听到他的声音，感觉还挺奇妙的。
但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台湾大学 IBM 量子电脑中心的小摊位，我3天都有走过去看，摊位蛮空的。第1天只有一个同学在顾摊，第2天整个摊位都没有人，第3天也没有人。但是整个活动要结束之前，我终于在摊位上看到了一丛人。难道这是一个取决于观测者的量子摊位吗？智慧工厂区域展示了 AI 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如何通过智慧化的工厂营运提高生产效率和品管。这个应用部分，现场几乎都有很直接的 showcase。我忘记是哪家公司的范例影片，是透过 AI 的影像辨识功能去确认 Gogoro 生产线上技师们组装的步骤和细节有没有错误。它的反应是即时的，透过监控镜头，只要组装中有缺漏的部分 ，AI 立刻会显示异常，人在那里动来动去也完全不影响 AI 的判断。还有像是可以用一个正上方的镜头快速辨别商品并结算金额的结账系统，同样也是使用到影像辨识的功能，就蛮多有趣的展示。新创区布满了小小的摊位，有很多五花八门的 AI 创新项目和新创公司，展示他们正在开发的新技术和应用产品，未来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其中就有比较多关于生成式 AI 的应用，我自己蛮喜欢一个叫 AI Soli 的小程式，它是针对特殊教育生开发的社交练习软体。每个区域的主题都可以提供参观者深入了解不同的 AI 应用实例，这样的设计让你可以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去拓展和理解 AI 的多元化应用，并且获取到最新的资讯。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听不知讲堂的讲座，你可以从 AI Expo 官网的议程页面看到这3天总共有哪些讲座。那比较详细的心得之后应该会单独整理一篇放 Vocus，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入我的 Vocus 沙龙，新文章上架就可以收到通知，也可以在沙龙里的讨论版展开你想一起讨论的内容。这边就简单讲几个我听到蛮喜欢的。我们现在赶上了时代，所以千万要跨出这一步，去接触跟学习 AI， 不要过了5年10年之后回头才想说早知道就赶快学。Coding 也就是写程式这件事情并不会完全被取代，程式设计师的需求可能越来越低，但它也可能是人类的最后一份工作了，因此每个人都该学会写程式。而现在借由 AI 发展的契机，进入程式编写领域的门槛已经极大幅度的降低了。从程式编码开始，我们也应该去训练自己的 LLM。3流公司做产品，2流公司做平台，1流公司定标准。当然这个部分目前不太可能是每个个人去训练，而是指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接下来的目标都应该是拥有真正自己训练出来的 LLM。前面说到现阶段企业面临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合适的场景让 AI 快速落地，但光看这样一句，很多人可能会感到茫然。我们可以先把问题拆解开来这么想， AI 到底应该在我的行业中扮演什么角色？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要花多少钱导入？如何才能尽快出现回报？以及该从哪个部分开始导入？除了这些比较观念上的内容，讲座还有很大部分是目前应用上的实例和未来规划。比方说鸿海研究院未来想在高雄市打造出一个结合工业、交通、日常生活的智慧城市 AI 系统。高雄的朋友，你们期待吗？总体来说，不知讲堂的议程讲座内容确实是非常大开眼界的，虽然有一些感觉很像是来工商，但大部分都还是很扎实的内容。然后听到第3天，我发现真的有很多讲者会用星战来做举例，不约而同真的好几个。看到最后我都想说，要不然下次可以考虑留一个萤幕星战马拉松。那新创奖决赛的部分，参赛者们上台报告的内容基本跟影片一样，所以我就不会放太多，主要是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想，也欢迎大家一起讨论。那我先打个预防针哈，我自己并不是程式相关领域出身的，有看我频道的朋友会比较知道，我之前也基本上做的都是算图 AI 的影片，所以我的感想并不会是很专业的，只是作为一个走过路过的普通民众，基于我的个人喜好和认知发表的浅薄意见。好的，预防针打完了，记得按着你的肩膀5分钟，我们开始吧。面对这么多的落差，我们希望我们手中的 AI 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力量，来改变世界、改变社会，还有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可以持续的往前迈进。所以我们第一组上台的是 Speak With You， 弥平强势语言带来的落差，用生成式 AI 进行多模态翻译与方言保存。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稿。我们是 Murmur Wizards，那我们
名真是思国语。那我们起初问题是来自于我们发现 AI 的出现会导致这种强势弱势语言的使用的落差加剧，就是可以反过来透过生成式 AI 来辅助我们去帮助这些相对弱势的，特别是地方方言这种来弭平我们与他们之间沟通的落差。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方案就是采用双通话作为一个地方方言的一个保存的示范。我觉得想法是很好的，确实 AI 可以变成一个更有效率去保存消失中的弱势语言的工具。语言要能够存活，就需要被使用。但是现在高度全球化带来的是语言灭绝的加速 ，language extinction 指的是少数人使用的语言被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所取代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平均每4个月就有一种语言不再被人使用。保存弱势语言的同时，也是在保存弱势文化。评审提出可以从语言出发，去想想更多的保存方式，将这个计划扩展成真正的文化保存数据库。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大，但是还不错的想法。透过 AI 对资料的学习能力，也许能够做到比单纯的留存书面资料和影像文物还要更加真实的保留跟还原，还有对这些保存内容的容易被接触到的程度。第二组上台的是协助视障者提升情绪判读能力，弥平社交障碍。在过去，视障者的情绪判读问题其实并没有被关注过，而我们的分析也得到了视障领域研究者台师大张千惠教授的认可。而论文也指出，他们因为视觉受到限制而难以理解他人的情绪，他们也难以透过视觉在学习社交技巧，进而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渴望社交又自信不足，他们的尊重需求与社会需求都很需要被满足，因此我们将痛点定义为视障者因为脸部与情绪判读困难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交障碍。事情的操作也非常简单，我们可以透过滑动眼镜侧边去选择功能。报告风格还蛮鲜活的，出发点也很好。不过，虽然主要的目标不一样，但我有看过类似的东西。一家以色列公司 Orcam 的知名产品 Orcam My Eye 就是类似的工具。它不是做成眼镜形态的辅具，而是一个可以吸附在眼镜侧边的设备。这项产品大约是2019年开始有在台湾贩售，当然不是说功能完全相同，但区别感在报告中没有特别体现，我觉得是蛮可惜的。评审有问到他们这个设备的回应延迟时间，目前大约是5到10秒，在日常互动中可能稍微还是有点慢。如果是在节奏比较快的互动场合，比方说吵架，就会完全跟不上。另外也提问到多人场合的情况下会怎么辅助辨识，组员的回答是之后会加入视线辨识的功能，由 AI 来辨认现在是谁在看着佩戴者。脸部表情中性，但肢体动作却充满激动。他伸出双手，似乎在强调某个重点或表达强烈的情感。第3组上台的是新闻领域展开多元新闻整合平台。平常有在看新闻的你们，现在还会相信台湾的新闻媒体吗？那我们认为台湾的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所带有的这些媒体偏见，会很大程度的去影响到阅听人自身的价值判断，还有立场选择。那这边所谓的客观新闻，我们认为应该是符合内容中立、不带有情绪性，还有资讯面向完整的这3个条件。那在右上角的话，有一个新闻评分机制，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所生成的新闻是没有办法用模型去评估它的客观性的，所以我们使用了这个使用者评分的机制，希望可以让后续的读者在观看上有一个依据。我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不是目前 GPT 或 Copilot 这类生成式 AI 都能做得到的事情吗？而且所谓的中立客观到底是谁说了算？如果有谁说了算，那也不叫中立了吧？并且大型语言模型本身对我来说啦，就是一种假中立。它在训练过程中给予它资料和对它进行调整的人，难道不会影响它的观点偏好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建构的这个平台，每篇新闻都有一个打星星评分的系统，让使用者可以参考来判断这篇新闻的好坏。然后这个星星居然是使用者打的，好，我必须说这个专题是全部里面我最不喜欢的，但这是我个人喜好的问题，就它没有打中我。不过这一组的评审讲评我觉得是最精彩的。首先提到了新闻版权问题，因为这组最开始的规划是非盈利，有个评审老师直接疯狂强调，你要先活得下来才有以后，要先想怎么商业化，怎么盈利。
就像版权问题就是一笔钱，没有收入谈不了授权，那爬来的新闻就会有版权问题。再来是事实查核，组员回应是同样考量到成本，所以这一块只能未来再规划。这时候就要提到一句老话 ：Garbage in, garbage out。评审也说了，假新闻即便表达的口吻再中立，也还是假新闻。然后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专题能够获得银奖的关键。说真的，当然这就是我个人的瞎猜哈，就是有一个评审提出，他们不如转个方向，把这样整合新闻系统的目标客群从一般大众转为外电媒体，为新闻工作者打造一款省时省力的新闻工具，减轻外电媒体每天都需要阅读全世界范围大量新闻内容的工作量，并且作为工具，那新闻授权的部分也可以交给新闻公司去谈就好，他们本身也会省力很多。然后在评审又一次强调了，同学不要想着做非盈利，要想着怎么赚钱。之后下一组上来就表示他们的专题是非盈利目的，我直接笑出来。下一组上台的是 AI 启动市民力量，唤醒居住环境共好意识。那在现行的流程里面，我们会发现一般大众要得到公开的违建资讯是非常冗长的。这个系统里面，一般的租客可以透过简单拍照上传的方式取得危险建筑的资讯，而房东则可以透过系统里面的交流平台了解自身建物的危险性，以社会约束力的方式提升拆除意愿。那透过这些分析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你的分析结果上传到一个社区平台，这样的话，其实可以对这个社区做成一个资料集。那这时候专家啊，不同的人、不同的专业就可以介入到这个领域中去探讨这个社区意识，形成一个违建的一个资讯地图。不能说好不好吧，就是感觉他们的东西点出了问题，却没有给出太多解决的办法。似乎我没有看到更多的结合到专业领域，像是确实评估结构承重啊，或是像如果要做改善的话，将会付出的费用评估等等，比较现实面的东西没有看到。那评审的第一句话果然是又来一个不想赚钱的。也提到了一些现实面的问题，像是租屋者可能无力改善环境嘛，那是不是也该纳入一些参考的租屋资讯啊这类的扩展功能？最后一组上台的是力解家事商谈好伙伴，结合生成式 AI 与侵权判决模型解决侵权难题。台湾平均每年家事事件达近20万笔，我们的当地委员大多都是心理师以及社工的角色，心理师以及社工他们的法律较难以法律的专业回应当事人或是其律师对于判决结果的片面预测，但是我们全台湾的专办家事调解法官仅只有2位。那个利是 legal 的缩写，而家事指的是家事法庭、家事调解这类型的法律领域。这确实是一个明明就很常见，却不怎么被人重视，而且资源相对贫瘠的选题。他们除了整个专题规划得很不错，还实地拿去给了家事调解员做试用，根据反馈进行微调和后续的计划。基于前面2组的经营问题，评审也是一开始就问了他们的商业模式打算怎么营运，以及这个辅助是可以在调解当下用得上的吗？组员的回答可以看出他们思考跟准备的都比较全面，未来有考虑加入语音输入来辅助分析调解现场的状况，根据调解员的经验也可以调整辅助强度，这些规划我觉得都蛮不错的。说了这么多，其实这5组决赛队伍的专题都做得很棒，毕竟都打到了决赛嘛。现场看的时候真的有点梦回以前做专题报告的自己，学生时代社会经验不够多，事情也会想得比较简单，特别是对于商业模式的考量，通常都不会摆在第一位。你最喜欢的专题是哪一组呢？在影片下面留言来分享一下吧。我自己最喜欢的队伍是家事商谈那一组，第2喜欢的应该是语言保存组。这场博览会对于处在这个时代变革当下的我们来说，是很棒的学习和体验机会，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前 AI 发展，还可以帮助你预见未来的趋势并做好准备。那么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今年有参加到的朋友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看展心得，有任何问题或是有什么想补充的，都可以在影片下方或是 Discord Vocus 留言。感谢各位收看。